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。今天带来外星人演难民的最新一集。泰瑞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只想买顶帽子装逼，竟然还能招来杀手。他的脑门突然被激光枪瞄准，定睛一看是带枪的红姑不乐，他忙扑倒泰瑞，躲藏起来。这时科沃才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，这红玩意儿不是早就被弄死了吗？这事儿是泰瑞的锅，他以为这玩意儿能像他背上长的眼睛一样消失，可他背上的眼珠子也没消失啊，所以这红玩意儿也是真的，不仅是真的，还比之前大了不少。不管了，科沃掏出枪就开射，几枪之后，对面的红姑不乐举手投降了。他说他没有恶意，没有恶意，那激光枪是个摆设吗？这次科沃还真冤枉人家了，这就是把扫码枪。原来小红在购置婚礼要用的东西，什么？就你这小丑逼还想结婚？单身狗泰瑞表示不服，连让科沃打死小红。这时一位金发美女走了过来，她叫阿珍，就是红姑不乐的结婚对象。给双方介绍过身份后，小红就开始忏悔之前做过的孽事，说不该骂科沃，也不该想着杀他，还说自己那时就是个大坏蛋，若不是阿珍把他从深渊里拉出来，他现在说不定还是浑浑噩噩度日。所以他现在只想跟阿珍结成连理，然后每天早晨醒来都为他准备早点。说罢，这对小情侣就拥吻起来。见此情形，科沃也实在不好再棒打鸳鸯，只让他别拿枪指着自己，就放他离开了。看着小红离开，科沃还是有些不信，这家伙真的会改邪归正？科沃全副武装，还在家里布满了射线，随时准备应对前来偷袭的小红。就在他神经紧绷、全身戒备之时，阿珍突然按响了门铃，说想邀请他们参加他和小红的婚礼。他觉得他俩是唯一能算得上小红家人的人，若是他们能去参加婚礼，小红说不定就能与过去的自己和解。泰瑞也觉得这个想法不错，若是小红以后拥有了自己的生活，就不会天天想着挖科沃眼睛或者在他嘴里拉翔了。科沃一听也觉得很有道理，于是就答应参加婚礼，为了他自己。在此之前，他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他觉得阿珍太平庸，满足不了红姑不乐，如果他们分手，小红就会变得更危险。这点泰瑞也同意。首先，阿珍这名字就太大众了，趁阿珍不备，科沃马上把他控制住了，然后让泰瑞去拿超级炫酷霹雳射线。不想泰瑞搞错了，拿成了耗子射线，一枪下去，阿珍变成了只金毛耗子。还没等他们取来超级炫酷霹雳枪，耗子就咬了泰瑞一口，逃跑了。这下出大问题了，要是不能在婚礼之前找到这金毛耗子，那红姑不乐一定会大发雷霆，以后就别想有安生日子过了。事到如今，他们只能分头行动，泰瑞去找耗子，科沃去分散小红的注意力。泰瑞这家伙太没自制力了，找老鼠找着找着就下楼买冰淇淋了。这就算了，这后要求还多，等冰淇淋做好，阿珍早就跑没影了。科沃则带着小红去了拉斯维加斯，还给他准备了一间豪华的总统套房来举办告别单身派对。为了转移小红的注意力，他也是下了血本，连大老虎都给搬了过来。小红那是感动的热泪盈眶，但在开始之前，他还想给阿珍打个电话，这科沃肯定不答应，他直接把手机生吞了，不准用手机，这是单身派对的规定。接着他就开启了派对的第一个项目，咱们用像夺宝奇兵里一样把这些给吸了。几轮游戏下来，科沃已经进展到和兄弟们歃血为盟了，而泰瑞还没逮住金毛耗子，每次就差一步之遥的时候，他就被冰淇淋车勾走了魂儿。这单身派对也是真玩的野，有个哥们儿直接被枪给打死了，原因是科沃给俄罗斯轮盘装了6发子弹，好在他还可以用高科技复活。再说泰瑞，他晚上还是被冰淇淋车送回去的，怀中还抱着一堆疑似阿珍的老鼠，遗忘的加上逃走的，他现在只希望剩下的里面有阿珍。很不幸的是，男新娘都整出来了，就是没看到阿珍的影子。另一边，小红的单身派对终于结束了，两个仇家在房间泡起了温泉，他们不再隔着血海深仇，倒像是两个亲密好友。小红很感谢科沃为他做的一切，科沃则表示愿意为他做任何事。这时小红突然说想改名叫克里斯，这个名字很有力很优美。科沃很快就接受了他的新名字。克里斯不知怎么回事，又说要帮科沃看手相，看着看着两人的表情渐渐有些不对劲儿，咱俩真的要这么做吗？接下来是大人时间。做完之后，克里斯又后悔了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给阿珍戴了绿帽，而且还觉得很爽。科沃对此也有相同的感受，于是就让克里斯干脆别和阿珍结婚，去和他私奔。结果他真同意了，两人当场就从酒店飞走了。自古红蓝出 CP， 古人诚不欺我。科沃和克里斯那是相见恨晚，都将对方视为自己的灵魂伴侣。科沃让克里斯导到最近的教堂，他们要马上举行婚礼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一切还挺顺利，直到科沃打开了播客。小红很不喜欢铜管乐器的声音，而他的喜好科沃又很不能理解，结果上一秒还是恩爱 CP，
CP， 下一秒就变成了生死仇敌。我爱你，但你说话像放屁，我连菊花都没有，怎么可能说话像放屁？等等。所以刚才说着，科沃又开始不安的冒咕不乐了。看样子他们确实是不适合在一起。想到这，小红又开始后悔了，后悔自己毁了原本的幸福生活。科沃现在也后悔了，说现在就把小红送去婚礼现场。此时泰瑞还在寻找阿珍，看他们那吱吱吱的样子就知道是耗子。泰瑞决定破罐子破摔，直接把他们都变酷了，说不定红姑不乐认不出来呢。可想把这么多耗子女搬去婚礼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于是泰瑞找到了俩熊孩子，既然提到了兄妹俩，就先说说他们最近干的事。熊孩子们回学校了，今天是体测，杰西很担心，他这双恨天高可跑不了长跑，就想着混迹在大部队后面，反正也不会有人注意到他。这他可就想太多了。还记得去年他们兄妹俩就是吊车尾，1英里跑了15分钟，气得校长那是吹胡子瞪眼，学校可就指着跑步赚经费过日子呢。于是口哨一吹，全部重跑。你们要是不乐意，就怪这2个秃顶丑逼外星人。然后兄妹俩就被一人打了一拳。杰西有些后怕的摸了摸脑门，小妍妍则发誓再不能重蹈覆辙。说罢，他就钻进了口袋，接入作弊设备。杰西发现有些不对劲儿，你不会要用时间作弊头盔吧？他很抗拒这种作弊行为。如果可以，小妍妍也不想这么做，但作弊1分钟就能安稳1整年，这是一笔不错的买卖。杰西勉强同意了，但也表示下不为例。校长见他俩这身装扮不对劲儿，就问了一下。好在学校有规定，不能过问性别认知设备，于是校长就没再管他俩了。枪响之后，2人按下按钮，飞速跑完了全程。抵达终点的时候，也才过去了1分钟。校长高兴坏了，立刻让他俩作为全校最佳跑手去参赛。这俩可爱的外星人要去参加全国比赛了。说罢，校长就打电话预定了去夏威夷的机票。全国比赛汇集了众多啦啦队小姐姐，校长眼睛都看直了。他让兄妹俩务必拿下冠军，祝他在夏威夷日理万机。杰西现在慌得一批，本来刚开始他就没想作弊，这下事情闹大了，他们指定被抓包。小妍妍让他把时间调慢，然后装作不小心输掉比赛。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，怎料他们居然把时间调快了，只用了30秒就跑完了全程。结束后，联邦警察找到了兄妹俩，让他们去参加周日在莫斯科举办的奥运会。兄妹俩的加盟让他们特别高兴，现在终于可以打败爱作弊的俄国人了。多亏这俩跑超快的美国正人君子。校长得知这个消息也是跟打鸡血一样兴奋。抵达奥运会现场后，杰西更慌了，他害怕作弊被抓到，然后那些人就会杀了他们。小妍妍安慰他，青少年奥运会没人看的。然而话不能说得太满，这不，米歇尔·奥巴马都来了。他说兄妹俩是美国之星，是诚实与正直的象征，所以他赌上了美国的国库，赌他们赢。没错，玩的就是这么大。要是他们比赛输了，美国就玩完了，而且全世界的人民都会把过错推到他们身上。现在兄妹俩是被逼上梁山了。小妍妍终于承认这次玩脱了，他想或许可以说他们窜稀来逃过这一劫。杰西马上就拒绝了，我们不能一直作弊还指望没人杀我们，不能再继续了。这番话让小妍妍犹如醍醐灌顶，她决定要挺直腰杆，诚信竞赛，不能再装了。名气啊、金钱啊、性爱啊，根本就不值得留恋。然后2人又站到了最高领奖台，征服了上百万人的不仅仅是你们的速度，更是你们诚实的品质。靠着作弊神器，兄妹俩是一路开挂，赢的奖品身上都挂不住了。尽管没人发现他们作弊，但良心的谴责让他们一直冒咕不乐。而且一般故事发展到这个时候，应该会有什么人站出来教训他们的，谁能想到居然没有。杰西感觉越来越不安了。好在外星人家里什么都有，他们找到了教训头盔。小妍妍先试了一下，果然得到了教训，不要高兴得太早。杰西得到的教训是由浅入深难。正在他们准备再多些教训，泰瑞突然冲了进来，让2人帮忙搬运耗子新娘。此时小红和科沃已经到了教堂，科沃警告小红要把酒店的事烂在肚里。小红当然知道要守口如瓶，她可是即将要结婚的人，这不是必须的吗？抱歉，我就是希望你和阿珍能幸福快乐，这样我就安全了。话音刚落，泰瑞就带着一众新娘走了进来，小红都懵了，掀开盖头一看，全都不是自己的媳妇儿。事已至此，他们也只好向小红坦白，阿珍已经变成了老鼠。小红气得跳脚，我恨你们这些希洛普沙雕，你们毁了我的人生。没想到这句话激起了科沃的愤怒，你闭嘴，你在我枕边说你不爱阿珍。是啊，啥？枕边？你们俩那啥了？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吧，我俩是做了。这时杰西不合时宜的插了一句，解决压力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压力。奥利给！这话点醒了科沃，小红就是他的压力。他说他不该想着控制小红或者与他合作，而是应该划清界限，所以就是用激光干掉你。可惜这次还是让小红逃走了，故事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。不过只要一家人还在一起，就是最好的结局。在他们所不知道的地底深处，耗子阿珍已经和正鼠在一起了。他觉得现在的日子比之前快乐好几倍，有吃不完的翔，还有
体力爆棚的对象，这也许就是皆大欢喜吧。